越往地心温度越高，所以它需要有散热。鲜花进爵的意思就是求得子，然后呢进得爵，隐喻说希望这边的孩子多念书，才能生活过得越好这样。派人每2个小时转一次，所以呢就叫做报时山。待会那边会看到一个坑就是它本山坑的一个坑道。那坑道下去都会挖很远很远，下面要呼吸，对不对？因为地球的地壳跟地心越往地心温度越高，所以它需要有散热。这个就是 compressor， 就是从外面地表，然后有很大的那个风洞，有没有然后将空气强灌进去下面，让下面的矿工第一个可以呼吸。第二个可以让空气稍微流通，不要闷热在那边。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以前那种矿工的电影，他们出来的时候全身都黑黑的，然后只穿一个小短裤，因为太热了，流汗你没办法穿，所以他们出来就是这样。他们要透过这样的帮他们打气，这样他要留这个遗迹啊。你看他这边就有写，这边就有写风压机，就是 compressor air compress。用这样的一个机器，然后把空气打下去，打到那个坑道里面，其实很重要，你们就会想象得到矿工的生活很辛苦。13层遗址它最主要的功能，其实它就是沉淀铜的沉淀池，它的每一层它就有很多水，大量的水，然后你那个矿砂有没有丢下去之后，它会按照那个矿物的比重，然后接下去过滤，一边过滤一边沉淀，一边过滤一边沉淀，最后就会拿到它要的适合的矿物。那它这边有模拟，就是水这样进来的时候，它就是要去冲它，然后它比较重的就先掉下来。这种轻的会继续往那边浮，最后就浮出去，就是利用水跟重力的方式把它沉淀过滤它的矿物。所以13层遗址它的最主要目的是做沉淀跟筛选用，这样。来，本山是什么意思？本山就是金瓜石、金瓜山这一座山的坑啊。这一座山的第5坑就本山5坑这个是保持最完整，就是说里面它的那些坑道啦、小细节的坑道还保持得很完整。这个其实已经照片已经斑驳，它就是几个人要坐在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台车这样，然后以前的铁轨真的是拉，沿路一直拉到下面去，就是这边就是旧的轻便路现在就把它变成是我们散步的路。Hello， 嗨，我们来看这个，有没有发现这个嘴巴是闭着这嘴巴是开的这一边的狮子，这边有个小狮，这个就是母的啦这个抓钱的这个是公的。但是我要让你们知道的是说，它嘴巴稍微微开，这嘴巴全开，那个是在大概清朝的时候才这样。因为以前早期的时候的信仰是希望男主外女主内，希望女生就是相夫教子就好，少说话，然后尊重男人在外面。所以这个有点意思，就是说希望女人不要讲太多话的意思。但是会有这种狮子的这种造型，大部分都老庙，就是比较在清朝那个时候就有，所以这个是很久的庙。然后一般来讲，我会跟大家顺便看龙。龙的话就比较没有那么表象，是说它嘴巴要盖起来。这只龙的身体很细，不像我一般看到庙那个龙好像都胖胖，有没有很粗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龙的形它比较细的这种身体，大部分也是大概在
要么就清朝，要么就大正年间那个时候哦，那个榕树才会刻这样，所以这个就代表说它有一点历史。像这种门神的左边、右边的文官呐，哈，它就有一些吉祥哦。这个是冠嘛，哈，冠帽的冠哦，然后这个是禄，哦，这就是加官进禄的意思哦，就是希望大家来拜拜，就是加官进禄。那如果这边的话，应该是献花进爵吧，哈。哦，哦，对了哈，这边有个花有没有哈？献花进爵，其实。献花进爵的花就是开花结果，就是说你希望你去做事情的时候，你求的事情可以让你开花结果。早期祝生娘娘的传说是说用花去换子，所以你如果希望能够早生贵子，你去拜祝生娘娘的话，你就会放一些花。所以鲜花进爵的意思，除了开花结果之外，也希望你能够求得子，然后呢进得爵，就是有生孩子又升官的意思。所以这些都是吉祥话。关公有2种造型，一种是他站立着，拿一支他的大刀，然后甚至于会撩那个胡子，那这个叫做武关公。那如果说他像这样有一个椅子坐着，然后也是撩着胡子，但是他拿着书看，这叫做文关公。其实他有点隐喻说，希望这边的孩子不要像父母亲那么辛苦入窑坑啊，多念书才能生活越来越好这样。这是文关公。我们已经从劝济堂走出来，那现在要带大家去这边非常有名的网红景点抱石山。抱石山，不是只要有2个颜色都好。你再看它是有黄土色跟绿，那你就尽量把那个是当恋红，它是水红色差异好。对，所以它红色那个颜色就变成黄色。对啊，因为很久没用那个13层因子的那个过滤了，就是那一个，对，那个，对，所以它现在会越来越没有红色，看看能不能10年之后都没有，那很难。那重度。说这边曾经谁统治？日本人。所以日本人他们在生活作息上很有规律，所以干脆就在这个山顶上面呢装了一个空袭警报的时候有一颗东西，然后这样转，那个。所以他派人每2个小时转一次，让这边所有的居民知道说现在是什么时候，让大家有时间的观念。所以呢，就叫做抱石山。这边大概就在一个山谷上，你看它打下去，这边所有金瓜石这边的居民就会听到那个声音，就大概知道说现在大概几点这样，让他们作息能够统一，他们在工作上面可以统一这样。然后我要慢慢走去看吧，最外面的。跟抹茶山一样了啊！它的心情都很好。你是纠团来参观啊？一起的。这边就是很有名的彩虹阶梯啦，从这一边劝济堂走到那个西塘老街很漂亮所以呢，这边的居民跟公所他们就想说，换我们这边来给它做一点美化，后来就变成非常有名的那个彩虹阶梯，这边让大家自由拍照。
这是以前的一个战俘营。这里有哦，在这里。战俘营。好，那因为战俘营很久，日本时代的战俘营，那现在只是到这个地方。那以前战俘营的入口的柱子这边有一根啊，因为那边还有一个大门，这边有一根啊。后来整个整地整掉了，只变公园。那跟各位讲一下，为什么这边有个战俘营？因为以前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台湾是南进的基地，所以呢，日本他在东南亚的时候碰到盟军。打起来之后呢，他抓了很多的外国人的俘虏，所以大部分就把它集中在这边战俘营。那也蛮好玩的啦，怕他们没事干，所以特别凿一个坑道是给外国人挖矿的坑道，然后就带着他们就是每天去那个坑道里面挖完之后再回来放这样。啊，那个坑道后来埋起来了啊，因为看不到了，所以也没办法跟你们讲。不过我们可以往那边走，就会看到他那边稍微有描述了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抓了一些外国人，这边是关外国人的地方，叫战俘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的旅游又到这一边了哈。那因为刚刚在山上下大雨，所以我们就急急忙忙的就上了车。现在是在西门嘛哈，在西门站。那我们今天好不容易第2次的旅游到这边，那应该算圆满的成功嘛哈，很棒哈。大家觉得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那希望有机会的话呢，也请大家继续再看我们的影片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